终于领到红本本的那一天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向全世界宣告，我就是他的全世界。可结婚不到3年，他就和另外一个女人有了孩子。那个人是我父母的养女，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管路遥生日，他整个5月都在出差，而我的工作室正在谈一个很重要的合作，没办法陪着他。他回来之后，公司也很忙，我的工作室也很忙。好不容易过一次周年纪念日，也只是看了一场电影。我们很久没有郑重庆祝过某个有意义的日子了。可菜都热过8遍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。3分钟前打过去，手机已经关机。我终于体会到了他说那场高烧时，他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却无人接听时的绝望。滚烫的眼泪滴到手上，把自己吓了一大跳。以前也有过这种况，可我不会哭成这样。眼泪止不住往下流，怎么擦都擦不干。叮铃，管路遥助理发来的，嫂子，哥临时有个应酬，看样子是走不了了，给报备一下。我的心终于落回心口，强迫自己吃了一点。毕竟我没有任性的资格了。想了想，拿起放在对面位置上的礼物盒，转身进了管路遥的书房。我从来不进他的书房，那是他的私人领地，不论多晚回来，他都会先到书房待一会。餐桌上的东西他会看不见，但是书桌上的东西他一定会过眼。如果能预知抽屉里封存的秘密，我一定放下礼物盒就走。可惜当下，我一根筋的想找一支笔给他留下纸条。抽屉最上方是一份医院的报告单，患者名周小小，是我父母的养女，我的妹妹。轰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嗡嗡的，就离谱。我拿起报告单，就诊时间是6月12号的下午。好巧，那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。一瞬间，脑子里仿佛无数辆重卡碾过来碾过去，横冲直撞。那天我磨了管路遥好久，让他陪我去看新出的悬疑电影，这个导演出了名的反转逆天。可看到一半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说公司有点事要先走，语气很急切，眉头紧蹙。我要跟他一起，他却把我按回椅子里，说念叨了半个多月，好不容易等到首映，看一半就走算什么事？呵，报告单打印时间正好是他接到电话离开的时间。就诊结果是孕3周，发育良好。7个大字变成了一块块寒冰，层层向我围拢。四肢末端开始变得冰凉，后背，然后是心脏。小腹有些抽疼，我一下子失了力气，窝在了椅子里，手不自觉附上小腹，抖得厉害。一个让我绝望的念头在我的脑袋里疯狂膨胀。肚子里2个半月的小豆丁已经有了心跳，能够感知到妈妈的情绪，我只能强迫自己不去想，告诉自己冷静，说不定小小有不方便和家里说的苦衷，所以只能找管路遥。至于这份报告单，大概是夹在某份文件里，不小心被带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还给他，可眼一瞥，好不容易筑起的外壳轰然破碎，就像一颗生鸡蛋从高楼坠落，摔得稀碎。孕检报告单下是一份离婚协议书，黑色加粗的大字刺瞎了我的眼睛，也撕碎了我想粉饰的太平。周小小，世界上那么多人，他的身边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是周小小？这个我拼了命的想摆脱的人。她是我爸爸旁系血亲的姑女，一场车祸
全家惨死，只剩下他一人。于是我爸爸领养了他。爸爸妈妈可怜他孤苦，恨不得含在嘴里。小弟周家宝又被寄予传承，香火众望。3个孩子，只有我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。周小小穿着新买的裙子在我眼前炫耀，没人记得那天是我生日。明明爸爸妈妈可以一人参加一个家长会，偏偏要设下我。我争不过周家宝，也争不过周小小，所以我决定逃离。高3整整1年，拼命刷题背题，才考到了上海。可他们不许我上学，我就该找个工厂上班，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周小小看着我挨训，他在偷笑。我反抗，反抗无效。他们撕碎了我的录取通知书，没收了我的身份证，把我打包送进了镇上的厂子里。当我终于带着6000块钱逃出，见到凌晨4点的上海时，一切都像做梦。给饭卡充值100后，我只剩下260块。全身上下最值钱的是600块钱买来的2手手机。我以为逃离成功了，可他们不知道怎么摸到了我的学校。人来人往的学习广场，他们破口大骂：我们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读书，你翅膀硬了就不要我们了。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，你妈被气到住了好久的院。那么多书，怎么就把你良心读没了？家里都要吃不起饭了，你不帮衬着家里，非得来上赶着送钱。正是晚饭时间，人多，来来往往都是去吃饭的人，路过时的手指指点点。我还要读书，每个月剩的不多，1000块钱，没有更多了。我想快点结束这场突如其来的闹剧，主动提出了条件。转还在3个兼职里，每个月也才不过2000多块钱。行吧，我们还没吃饭呢。学校门口的那个馆子就不错，还有过年就别回家了，路费1000把块钱呢，直接给我们。这次过来，顺便带着小小和家宝在上海玩一玩。你好好上学，费用吗？你出1000好了，这个月就给我们2000。吃完饭，我将身上所有的1629块尽数给了他们，他们笑着离开。我以为我成功了一小步，可他们却开始把我当提款机。从周小小和周家宝的衣服、学费、用具、生活费，再到开口就是30万手术费，电话里头哭得撕心裂肺，要么筹钱救命，要么看着我爸死。我狠不下心，看见竖在 KTV 大门口的招聘启事后，犹豫再三，还是走了进去。也因此遇见了管路遥，并背上了30万的债。大3下学期，我开了家工作室，钱不多，但足够我生活。于是周小小和周家宝的大学学费、生活费、衣服全被安排到了我的头上。毕业后，管路遥一心全然扑到了我身上。我和他言明，债务未清之前，我不会考虑他。可他依旧我行我素。3年如1日的暖风，将我寒冰铸成的心捂得只剩下最后一块冰坨坨。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，168个未接电话和被一脚踢开的门，打破了我最后的防线。我将所有的顾虑和盘托出，他没有被吓跑，而是说以后有我陪你一起分担。于是我带他回了家。我想告诉爸爸妈妈，我有了自己的小家要经营，该各走个路，却不想他们变本加厉，让他给才毕业的周小小安排工作。而我欠下的30万不仅没还清，还越滚越大。直到近1年，积累了一批老客户，生意才算可以。可惜之前的那个大客户没有谈拢，不然解决完资金窟窿，剩下的能正好还上管路遥最后一笔欠款。我原本以为
等我还清了最后一笔钱，我就可以和管路遥站在平等的交流线上，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小家，然后一起陪着我们的小豆丁长大。可为什么？明明只差一步，幸福的彼岸变成了断头崖。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到了房间，然后睡下。第二天醒来，我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，怀里的礼物盒已经有些变形。我反手摸了摸另一边平整的被褥，表示着它的主人彻夜未归，不回来好，否则我要怎么面对他？质问，还是当作不知道？好乱，心好乱，这一切也好乱。阳光透过窗帘，一道一道洒在大理石地砖上。突然想到一些事。6月12号孕3周，所以是520左右。我体谅他出差辛苦，一个人住院了，都不敢告诉他，生怕影响他去谈合作。偶尔磨着他打视频，眉眼间尽是疲劳。我还以为是他工作辛苦，生生压下想和他多说2句话的欲望，让他多休息，哪怕多睡1分钟。呵，他倒好，软玉在怀，翻云覆雨。我竟然还因为他出差，而让我有机会瞒下怀孕，然后在他生日时送他一份大礼，沾沾自喜过。大礼没送出去，他倒是给了我一份好大的礼。又忽然想起那天电影的结尾，一反再反的反转，可能是情节逻辑不够，定点索然无味，全然没有之前2部精彩绝伦。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。11点多钟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是管路遥的妈妈，我熬了汤，你等下给瑶瑶送过去。我没接话。管母略不耐烦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哑巴了？昨天生日让你带她回家吃饭，你不肯，今天让你送个汤都不愿意了。相比和管母周旋，我更愿意面对管路遥。一声带着睡意的知道了回复给了对面，又点燃了对面的炮仗。你这是还在睡？你老公昨天应酬到半夜3、4点，你怎么能做到睡到日上三竿？对面还在喋喋不休，脑瓜子都疼了。放在以前，只能听着数咯。今天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我直接摁了挂断。可以想象到对面管母摔手机、气愤、憋闷的表情，心情莫名有些舒畅。洗漱完毕，钱姐已经把汤送过来了。如果说昨天晚上走进管路遥的书房是我最后悔的事，那么今天答应给他送汤就是第2后悔的事。管路遥的办公室门没锁，我刚把汤放在办公桌上，坐着等他回来，就听见休息间传来说话声：“遥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姐姐提离婚？”一声遥哥，鸡皮疙瘩掉满地。小小，管路遥欲言又止。周小小娇嗔道：“行，不怕我把你给他使绊子的事全抖出来就行。”管路遥带着挑逗的笑意：“你有本事去呗，不都是你的提的方法吗？”期间还传出几声难以描述的喘气。办公室的门隔音效果也太差了。那个演总是我安排的，可不是你点的头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刚结婚时那些锅，我可不背。但是遥哥，你之前怕他脱离你的掌控，我也就不争了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的孩子不能跟我一样见不得人啊。遥哥，我会很听话，会比他更听话。后面我没再听下去。没想到短短24小时，我的世界能崩塌2次。怪不得工作室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莫名的问题。3年了，我在无数个晚上质疑自己的能力，怀疑自己就是个废物，千辛万苦读的书真不如进厂干活。原来都是他在背后弄鬼。我全身止不住的站立，只想逃离。
连肚子隐隐刺痛都本能被忽略。站在太阳底下，眼前大片大片的黑块，头疼、手抖、腿软。等意识回笼，我已经拖着行李箱，翻出了那份离婚协议书。离婚吧，脑子里的小人在叫嚣。既然他已经定好了结局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签字，拖着行李箱离开。关门前，我看了眼客厅，餐桌上的菜已经有了异味，蛋糕奶油已经化掉。为了那小小方桌上的成果，我学了1个多月做蛋糕，又用了1个下午精心制作菜肴，可惜了。电视柜左侧，陶瓷碎片碎了一地。结婚证躺在中间，鲜艳的红色醒目，刺眼。这是我带他回家时，在初中学校前的陶瓷小铺亲手做的。离开管路窑，我没有地方去，脚步变得沉重起来了，眼前一片黑暗，肚子好疼，像1万辆汽车在我肚子里办接力赛。我这才猛然想起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的肚子里还有个小豆丁。可是我怎么感觉他在向我说再见？我像被绵软的云包裹，找不到受力点，虚无缥缈，一个微小的动作就会坠落。我撑在行李箱上，听见有声音问我：“你还好吗？你的脸苍白得可怕，需要我帮你叫个救护车吗？”我想点头，说好的，谢谢，麻烦了。可是我没力气点头，也没力气说话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。想象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我撞进了一个怀抱。我被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呛醒，睁眼是刺眼的白，朝霞透过窗户落在白色被褥上。这一幕1个半月之前也发生过一次，连搭在椅子上的黑色风衣都一模一样。又在最狼狈的时候被他遇见了吗？像是要印证我的疑惑，楚文云正好提着早餐进来了。他见我醒来，快步上前，熟练地展开小桌板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谢谢。上次是谈合同，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上一次进医院是因为管路咬和周小小特意安排的严总。工作室出了很大的问题，骨头再难啃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可没想到他不仅拖着不签字，还见色起意。11点的街头，一眼望去，只剩一家叫做石峰的甜品店亮着灯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冲进店里，然后晕了过去。因为渣男，确实是个渣男，你还怀着孕呢。幸好这次是没出事。说话间，早餐摆满了小桌板，光粥都有3种不同样式的。我捧起小米粥，空洞的胃得到了温和的安抚，终于没有那么难受了。他还不知道，以后应该也没关系了，说出来好像没那么难受了。算了，不说他了。哎，学长，我的行李箱呢？我们是同一所大学，只不过他早我2届。我安排人送到店里了。你这是离家出走？那是小孩子才玩的游戏，我们离婚了。楚文云瞪大了双眼，震惊掉了满地。我只能回以一个微笑。你知道你这个笑有多难看吗？我放下碗，心里堵堵的。打击来得太猛烈，我也接受得很快。因为早已不止一次想过，提前预知的幸福，烂尾才是常态。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一切都预设过，我也如设想中潇洒离开了，只是心还是会痛。楚文云留下一句查房时你还没醒，我去叫一下医生出了病房。查房刚结束，就来位不速之客，管路咬。才2天没见，胡子拉碴，双眼猩红，一脸颓相。他朝我走过来，楚文云立马站起来，挡在了他的身前。管路咬眼里瞬间腾起怒气，指着楚文云说道：“
怪不得这么爽快地签了字，原来是找好了下家。我看见你送来汤，疯了似的找你，电话打不通，消息不回，整夜没睡，你居然找野男人私会。呵呵，气笑了。谁家在医院私会啊？我苦笑，故意刺他，就许你去珠胎暗结，不许我郎情妾意。一句话让两个人都变了脸色。管路遥鄙夷地看了我一眼，这就承认了？你果真不要脸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还没说话，楚文云的拳头就落到了管路遥脸上。你才不要脸！麻烦睁大你的狗眼，这是在医院。医院干嘛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句话就是一拳头。管路遥被打了2拳，开始还手。你他妈有什么资格打我？打的就是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燕子能3番2次进医院，还差点没命吗？管路遥愕然停手，脸又结结实实受了一拳，问道：什么？我忘了你还不知道，燕子她，学长，我叫住楚文云，我想休息了。两人的争吵也引来了医生和护士，管路遥只能悻悻离开。我再三向楚文云表示抱歉，被渣男气得有些口不择言了。还没清静2天，又来2位不速之客。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宝贝可心女儿闪亮登场。正要开口说话，楚文云提着饭盒进来了。3人面面相觑。我索性低头吃饭，心不在焉地夹起一块姜当作土豆往嘴里送，然后皱了眉，惊天动地地吐了一遭。楚文云殷切地拍后背递水，动作熟稔。食欲彻底没了，我抬头看向神色各异的俩人，也懒得虚以委蛇，有话说就快说。还是周小小先开了口：你怀孕了。谁的？我斜睨了他一眼，关你屁事！我都还没上门说理，你倒来耀武扬威了。方女士一把将宝贝女儿护在身后。周小燕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小小可怀孕了。是小管的看了眼楚文云，继续说道：你既然找好了后手，就去和他把婚离了。小小的肚子眼见大了，不能再拖了。方女士的话让心上的寒冰又多了一层。她还是个知情人士，我还以为她是来关心我的，终究还是想多了。妈，你还记得我才是你的女儿吗？我对上方女士的眼睛，想从里面看见些什么。她眼神变得有些恶狠狠。如果可以，我倒希望小小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乖巧、懂事、听话，一直陪着我，不像白眼狼，冷血，连我这个妈都不认。我失败了，她的眼里从来没我。没有我给家里贴钱，她能一直陪着你吗？到底……方女士不耐烦地打断我，身为姐姐，过得这么好，帮帮弟妹不应该吗？我们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读书，就是教你这么自私的吗？小小是个可怜孩子，不求你把她当亲生妹妹，至少……我怒不可遏打断了她。管路遥名义是周小小姐夫，你帮着周小小撬我墙角，说我自私。如果你想过上无忧的生活，我也可以啊，你为什么非得让周小小来破坏我的家庭？方女士语出惊人，不自私就应该马上放手，让你妹妹得到幸福。靠你，你能真心为我好，为我们这个家好吗？你巴不得早点摆脱我们吧，白眼狼不盼着我死，我就谢谢你了。他得到幸福，那我的幸福呢？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何必再维持表面平静？我现在的一切是没日没夜学习，是翻了2个小时垃圾堆，是同时打3、4份兼职换来的。你们养我18年，我养他们2、7年，加上你们骗我的30万，和你们从管路遥那里拿的几十万，我不欠你们所有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滚！楚文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方女士和周小小也被吓到了，说我白眼狼，那我就坐实白眼狼。发疯果然令人全身舒畅。楚文云清了嗓子，无关人员，麻烦离开。周小小还想说什么，被气上头的方女士拉走了。我本着做个好人的原则，送了二人最后一句话：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字，所以问题不在我这。周小小的脸色瞬间变得更青了。我的心情水涨船高，开始翻着外卖软件找吃的。楚文云送完客人回来，长叹一口气，感慨道：好险，那张通知书差点就到不了我面前了。一句话，没头末尾，但像一支箭，从遥远的9年前那个下午，破开风浪，正中我的心脏。我永远忘不了，当我把残缺不全，还带着臭味和污水点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时，新生报到处志愿者的眼神。他说，通知书损毁严重，信息模糊，办理不了入学。我羞愧地连说好几声对不起，可是我尽力了，只找到这些。我在看向楚文云，眼神中有熟悉的怜悯。我很坚定地开口：是你。他翘起个二郎腿，看来还得感谢一下他们，你终于记起我了。我立马反驳：没有你我怎么能成功入学？只是我那天在困境里，只记住了你的眼神。刚才碰到医生，说你再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趁着住院，连忙看了下租房子的事情。工作室好多没有办法在医院解决的问题，且得忙。刚看好房子，就在小区门口看见了管路遥，冲上来就抓着我的手，质问我孩子是谁的。大概是周小小说漏嘴了。我后退拉开距离，语气平静：是谁的都跟你没关系。他不让我走，有关系，如果是我的，我不会放开你。我可以立马就和周小小断干净。我看着他，然后呢？周小小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他先是不屑，管他周小小陆小小，后又诚恳：小燕，我只要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不知道第几次被他气笑，那不好意思，不是你的。我拉上楚文云的袖口，转身就要走。管路遥扯着我的手往回带，声音带上了愤怒：周小燕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差点被他晃倒，楚文云嘘嘘扶了一下才站稳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不是。他踉跄着退了2步：周小燕，我看错你了，也是19岁就出入夜场的人，怎么会是个本分的女人？我管路遥瞎了眼，才会跟在你身后面跑了4年，这是老子最后悔的事。我转身背对着他，无所谓。说完拉着楚文云离开。一上了车，再也没办法强装镇定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好多的委屈。闹剧终于消停，工作室也慢慢重新回了正轨。上班途中不经意伸出的手，换来了一个大客户。签完合同，定金到账，原本的窟窿填上，剩下12万。我取了现金，直接送到了管路遥公司前台，还完最后一笔欠款，然后去了石峰。楚文云研究了一个新品，让我做第一个见证的人。至于为什么是见证，而不是品尝的人呢？这就要牵扯到4个月前，第一次因为小豆丁进医院。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救命恩人道谢。礼送到了，谢也送到了，恰逢也是一个新品出炉。楚文云兴致勃勃邀请我做第一个品尝的人，结果吃了一口，吐到半宿，吓得店里的客人立马丢下吃了一半的甜品，落荒而逃。之后我在石峰学艺1个月，楚文云再也没敢让我吃一口甜品。
现在再回想，为了无人在意的惊喜，忍着不是学了那么久，像个傻子一样。管路咬没再纠缠不休，周小小和方女士也安分了些。逛街时遇见过一次，一大帮子人陪着周小小订5金，我在金店对面的母婴店。管母看着我的肚子，惊讶不已。管路咬则是一脸嫌弃。周小小全身散发着得意。管路咬会重新有个家，并且很快迎来属于他们的宝贝。我就守着我的小宝贝和我的工作室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两相欢喜。方女士在朋友圈里一遍一遍地发送结婚请柬，底下有人留言：小小都要结婚了，小燕怎么还没消息呢？我都忘了，方女士当初怕丢人，把我结婚的事瞒得死死的，甚至都没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因为当时的管路遥名号还是娱乐会所的少东家，方女士不止一次骂我水性杨花，怎么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到了日子，楚文云怕我想不开，非拉着我在甜品店研究新品。婚礼开始后，他终于松口，让我去工作室看看。可一开门，门口站着本该在参加结婚仪式的新娘。周小小提溜着婚纱，冲上来就抓我的头发、衣服。做了美甲的手指甲修长且尖利，像发了疯似的。我也不敢反抗太激烈，只能不断躲避。最后在楚文云和甜品店3个员工的帮助下，终于控制住了他。我终于得空喘口气，抱着肚子给自己压惊。缓过来后，看向像怨妇一样的周小小，不由得骂了一句：周小小，你失心疯吧？他瞪着我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明明是你说话不算话，说好放手，却还去招惹管路咬。我举起手发誓，我说到做到，就没找过他。我只是送钱，顺便催他办理离婚。周小小再次抓狂，幸好有人控制着。楚文云拿出手机，拨号界面显示110。周小小女士，你如果继续纠缠，我不介意报警处理，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。楚文云说的是指管路咬重婚，挺可笑的。我从知道他出轨到签字，用了不到24小时，他却拿着我签字的离婚协议书2个月，迟迟不肯落笔。刚离开甜品店，就接到了方女士的电话。我从不间断的不要脸、自私自利、倒血霉中，听到了管路咬昨天要取消婚礼，今天直接消失的消息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真是封建时代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3天后，我在租房子的小区门口遇到了管路咬，满是血丝的眼睛，全身的酒气，颓废的不成个样子。一见我就扑了上来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一口破锣嗓子说着他知道错了，说他打碎了属于我的那个陶瓷小罐，问我还记不记得小罐上刻着的话。我当然记得，把一切幸福且重要的回忆都存在这里。3年时间，存钱罐大小的罐子已经被我填满。最近一次放的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是小豆丁的第1张 B 钞。怪不得又来发疯了。我看着他把一张张我写下的爱意摊到我的面前，一字一句念着。他跪着爬过来，抱着我的大腿，说：你明明就很爱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孩子的存在的。这对我也不公平，我没想过离婚的，都是周小小她诱导的。周小小还想换掉你挑的窗帘，我没有同意的。那个家都是你为我布置的，她没资格动。是啊，那个家是我按照管路咬的心意一点点装起来的，没有一点我的喜好，滑稽可笑。我后来才想明白，他不信我，或许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所以将我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上。小区门口人来人往，管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创业后的管路遥也是上过财经板块的人，被围观、录像，让我全身不自在。何况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身体虚弱至极。我直接解开裹紧的大衣，用当下最大的力气说道：“已经没有意义了。”原本有弧度的肚子已经变得平坦。管路遥正在那里，他疯了似的冲上来，两只手掐住我的肩膀，质问我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。你就这么恨我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打掉吗？可是我也不想的。楚文云一手给他掀开，反手给了他一拳。没脑子的人可以不用说话，没有人比他更爱这个孩子。与其在这里发癫，不如去关心一下你的小情人和你的好妈妈都干了些什么。哦，还有你自己，严总、报告单、离婚协议书，一次次骚扰。我已经站立不稳，全靠楚文云撑在我腰间的手。管路遥最初签字是被冲昏了头，但此刻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的冲动。一番折腾，全身都是虚汗。楚文云直接抱着我送回了家，我没有挣扎。接下来很久，我像被霜打的茄子，蔫了吧唧，一闭眼就是躺在手术室里。医生一遍遍对我说：“确定胎停。”耳边的仪器滴滴答答，就像小豆丁的心跳。小豆丁哭着喊着，朝我撒娇：“妈妈，好疼啊！”我抱着给小豆丁买的新衣服，泣不成声。我不是个好妈妈，不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他们才要离开我。楚文云把我的手拢在手心，强迫我看着他。他满眼的真诚，言语间尽是温柔。不是的，他们只是心疼你，一个人带他们会很辛苦，所以在等待一个好时机，再来见你。我知道那是安慰，但我选择相信。我要振作，继续生活，等待一个好时机。恢复工作的第一天，管路遥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从民政局出来时，我还是把曾经准备的惊喜告诉了他。他说没有意义了，可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瞬间变得通红。怎么会没有意义呢？既然不能让你开心，伤心和愧疚也算成全它存在的意义。管路遥在小区门口形象尽失的视频被发到了网上，他一夜之间成了圈子里的笑话，连带管家一起被人嘲笑。打击不算沉重，但也沉寂了许久。方女士惊喜大变样，整日在朋友圈发布下午茶、剪花、插花。周先生也一跃成了管家旗下会所的某位经理，从此打开新世界大门。周家宝也进入了管路遥的公司，跟着管路遥坏的习性学了个10成10。一家人在魔都过得忘乎所以。而我将工作室搬到了北京，还是原本的3个人，重新从零开始。起步很难，但兵来将挡。第3个月，我们签下了第1个大客户，有了继续下去的本钱。第5个月，工作室规模扩大了1倍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庆功会上，我举着酒杯，该感谢某位管姓先生，在过去4年里对我们这3人的磨练，才让我们在满是好人的局里游刃有余。楚文云也把石峰的总店搬到了北京，就在我的工作室楼下。没多久，管家上了官方通报，会所触了律法，一夜之间被查封。周先生跟着管府一起进了局子。管路遥公司财务税务也有问题，被传唤审查。至于方女士3人，我不得而知。楚文云对我好过了头，一点不像学长对学妹。我在沉浸于悲伤，也察觉到了。但他咬死朋友不松口，我就随他去了。只是时时刻刻告诉自己，
管好自己。可是，在很平常的一天，我猛然发现，楚文云已经以朋友的身份渗透了我的所有生活。当我意识到时，已经不止一次越过了朋友的底线时，一切已经晚了。我丢下工作室，逃到了海边。楚文云找到我时，正好是我30岁生日。他直接掏出了戒指。豆丁昨天给我托梦，说想来找你了。我也已经等你很久了。我没有承诺给你，但是我的言行代表一切，请你不要再逃避，直面我，直面你的心。1000多个日夜在脑海里匆匆划过，我伸出手，笑得灿烂，又问他：豆丁是谁呀？他为我戴上戒指。豆丁是你的心肝宝贝呀，他想你很久了。在一起的第1个新年，我带他回乡下祭拜奶奶。从村口大妈处听来了方女士的结局。周小小被方女士求来的一碗，号称喝了一定生男孩的药，喝进了医院。引产生下8个月大的男婴，健康，但没有生命体征。恰逢管家出事，周小小身心受损严重，再也没法生育。他们断了所有后路去上海，幻想搭上管路咬的顺风车，扶摇直上，最后却成了城市乞丐。我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，畅快之余还是有些惋惜。周小小和周家宝原本会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哪怕不精彩不富裕，可直接被方女士断送了。现在想来，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事，就是不顾一切到了上海，看过外面广阔的世界。也感谢那时不安居于一世的我自己。不知道现在的方女士有没有嫌弃她的宝贝女儿丢人？某天，3岁的豆丁抱着我的膝盖，盯着我的肚子良久，突然兴奋地对我说：妈妈，哥哥来找我们了。上次我们是一起来的，哥哥说妈妈会好辛苦，我们就回去了。这次哥哥没跑过我，被落在后面了。泪水瞬间夺眶而出。真的会有人等待一个好时机，只为你而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